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蓝莓不要再直接吃了，今天分享一个蓝莓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3个鸡蛋，不用蒸，不油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松软香甜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00克蓝莓，这个蓝莓比较贵，花了18块钱。你那里的蓝莓怎么卖呢？我们先把蓝莓放到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少食盐，刀上的清水没过蓝莓，把蓝莓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，用手轻轻地搓洗几遍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将它打入蓝莓的碗中。鸡蛋打好后，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100毫升清水或者是牛奶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蓝莓汁，也不需要打得太细腻了。如果没有料理机的，也可以直接用擀面杖把蓝莓捣碎。打好后，再倒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，最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盖上一个大碗，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来看看，现在的面团也松弛的差不多了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再加入3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加入一勺食盐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好吃。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黄油更容易软化。面团把黄油完全吸收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。再把面团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粘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30克的葡萄干，再加入30克的红枣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葡萄干和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灰尘和杂质。尽量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红枣和葡萄干，用手搓洗干净，把红枣和葡萄干表面的面粉搓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把它剁得细腻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装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
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像这样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再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会更加的松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80克左右，我这里一共分了6个面剂，全部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成一个小面团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就擀成这样厚度的长方形面饼就可以。再撒上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碎，均匀的撒在表面，边缘1厘米的地方不用放。全部放好后，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，再把封口处给它捏一下，防止裂开了，然后再给它稍微搓一搓，给它搓得紧实一些。再选择一头，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，给它擀宽擀薄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另外一头给它卷过来，收口处给它包紧实了，用手捏一下，尽量捏得紧实一些，防止裂开。然后翻个面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2勺白糖，大约是30克左右，也可以加蜂蜜或者是麦芽糖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搅拌至白糖融化，然后把刚做好的生胚放入锅中，转小火给它煮20秒左右。这里呢，主要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香甜好吃。煮的时间不用太长，记得用小火哦。全程用小火煮20秒左右，煮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面，让它受热均匀。如果表面起褶皱也是正常的，不要担心。20秒后给它控水捞出。我们一次不要煮太多，一个一个的煮，这样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。全部煮好后，把它盛出来沥干水分，直接放到烤盘上。烤盘提前铺上一张油纸，防止粘连。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全部做好后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烤2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颜色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啊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放入盘中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蓝莓贝壳就做好了。这款贝壳表面清晰可见的蓝莓果肉和小颗粒的奇亚籽，漂亮闪耀着光泽的表皮。得益于贝果在制作时需要经过一步特殊的制作工艺，就是在热糖水中每面煮至30秒左右，再放入烤箱烘烤，口感上跟日常的软面包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在烘烤前经过水煮，烘烤后形成了外皮焦黄，内部柔软 Q 弹，充满嚼劲，特别小颗粒的奇亚籽真的是越嚼越香。
这个口感让喜欢它的吃货们欲罢不能，吃起来外皮有点酥脆，中间松软又香甜，可以让人踏实一整天，可以搭配一些果酱一起吃，酸酸甜甜的，超级好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